被吐槽價格貴過同行，後廚還做着預製菜，被質疑包圍的老鄉雞為啥能越罵越火呢？一直以來，快餐都是快捷便宜的代名詞，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這種快餐也變味了，成了打工人們高攀不起的模樣。老鄉雞便是如此，隨便點個一荤一素一雞湯，沒有50下不來。可網友們嘴上罵罵咧咧，腳步卻很誠實。截止到今年6月，老鄉雞已經在全國開了1624家門店，光是今年前4個月，老鄉雞就已經接待了9200萬名顧客。要知道，這可是中式快餐，內卷到掉頭髮的年代，有的品牌靠降價搶客，有的靠網紅營銷續命，唯獨老鄉雞頂着貴家預製菜的雙重標籤，把日子過得越來越滋潤。這事儿別說普通食客想不通，連同行都是一臉懵，老鄉雞到底做了什麼，才能讓消費者一邊吐槽一邊掏錢包呢？其實答案就藏在店裡那張3色標籤裡。近幾年因預製菜翻車的門店不在少数，當別家餐廳還在一股勁兒的收拾爛攤子，老鄉雞卻直接甩出一份600多頁、20萬字的菜品溯源報告，直接把119道菜品的出身扒得底朝天。更絕的是，他用綠、黃、紅3種顏色給菜品貼了身份標籤，綠色是餐廳现做，黃色是中央廚房预處理後门店再炒，紅色是复熱預製，連辣度都標注得明明白白。这波操作直接把消費者看懵了。畢竟在此之前，多數餐廳對預製菜的態度都是揣着明白裝糊塗，但老鄉雞不僅直接坦白，甚至還告訴消費者，現做的菜品占比 70.6%， 半預製菜品占比 27.7%， 复熱預製占比僅有 1.7%， 也就是筍子燒肉和蜜汁滷肉飯2道菜。先前有營養學會說得很實在，大家反感的不是預製菜，是被蒙在鼓裡，而老鄉雞恰好踩中了這個痛點，與其藏着掖着被揪出來打臉，不如主動亮底牌。可老鄉雞明明做的是中式快餐，為啥要把一碗雞湯賣到28呢？其實老鄉雞在一開始就深陷定價困局裡了，而這第一重困局則是養殖稅，飼養老母雞的成本消費者嘗不出來。老鄉雞一直主打180天肥西老母雞，在合肥、淮南的養殖基地裡，這些雞要吃夠180天的谷物飼料才能出欄，因此單只養殖成本能達到45元左右。而市面上多數快餐用的是白羽雞，45天就能出欄，單只成本僅11元，算下来老母雞的成本是白羽雞的4倍還多。可問題是，除了專業的美食測評博主，普通食客很難靠舌頭分辨出180天和45天的差別，頂多覺得這雞湯挺鮮，卻不明白為啥要多花10塊錢。第二重則是空間稅，一線城市的租金最終要食客買單。去過上海靜安寺老鄉雞門店的人都知道，店裡總是做得滿滿當當，可很少有人知道，這家不到100平米的門店，每月租金高達30萬。而在老鄉雞的老家合肥同等面積的社區門店，月租金只要2萬元，足足差了15倍。這些租金成本自然要分攤到每一份菜品裡，單是一碗雞湯，在靜安寺門店就要比合肥門店多加價5元。第三重是人設稅，品控成本拉高定價，卻很難做成加分项。为了打造放心快餐的人設，老鄉雞可是下了不少血本。門店搞明廚亮灶，後廚一舉一動都在消費者眼皮底下，要額外投入監控設備和人工管理成本。熬雞湯只用農夫山泉，一瓶550毫升的礦泉水成本1塊5，比普通自來水貴了幾十倍。還有食材檢測，每一批雞肉、蔬菜都要經過農殘微生物檢測，品控成本比同行高出 12%。再加上讓老鄉雞引以為傲的產業鏈，本應該是降本增效的王牌，到頭來卻成了漲價的理由。按理說自己養雞自己種菜，能省去不少中間商加價，可老鄉雞的全產業鏈也只讓自己的食材比同行降低了 8%， 但前面講到的3重稅卻讓老鄉雞整體成本高出了 15%， 所以老鄉雞到頭來還是得靠漲價來維持利潤，陷入成本高、定價貴、被吐槽的循環。不過話又說回來，老鄉雞之所以能讓消費者邊罵邊吃，關鍵還是在於它多年積攢下的信任和接地氣的地域布局。老鄉雞作為安徽快餐，從一開始就沒打算進入北方市場，畢竟各地之間人們的飲食習慣和口味有很大差異。北方人對於南方的快餐壓根兒不感冒，為此老鄉雞也不會選擇盲目擴張，而是把門店集中在武漢、南京這些華東、華中的核心城市。早年間在安徽，老鄉雞還叫肥西老母雞時，就靠一碗現燉雞湯站穩了腳跟。那時候他不搞花裡胡哨的套路，只靠真材實料說話，雞湯必須燉夠2小時，米飯用的是安徽本地的鮮米，連小菜都得當天拌。這種實在勁兒讓他在安徽攒下第一批粉絲，不少人從小吃到大，可以說是安徽人的第2食堂了。老鄉雞的走紅其實給混亂的中式快餐市場指了條明路，真誠才是開店的最好砝碼，而西貝就是典型的例子。現在的消費者早就不是傻白甜了，他們能分清預製菜和劣質菜的區別，但前提是要把知情權還給消費者，畢竟胃是最誠實的，心也是。